南昌西汉海昏侯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、内涵最丰富的汉代猎猴，很多都是首次金饼达到了285枚。在汉墓当中发现了金板。 这是汉墓考古之最。新的重要发现，而且每件都将2000多年前的漆器屏风，最早向怀疑可能是1000年前进行整体提取保存。再次证明了墓主人身份高贵。 那是一个冬夜，虽然山道偏僻漆黑，路人稀少，但对关西村的熊举生来说，却如履平地，因为这条路离家不远，他几乎每晚都会经过。忽然，路边闪出几个黑影，吓了熊举生一跳。车灯一扫，确信是人，也就继续回家去了。 夜里，村里的狗不安生，叫声此起彼伏，闹得熊举生彻夜难眠，不免想起那几个黑影。天色蒙蒙，他便叫上几个村民爬上村外的小山。果然，他们发现一个深不见底的大洞，洞口的土是新的。 村民们都知道，这郭墩山是传说中的古墓，向谁报告呢？他们想起电视台的新闻热线。不久，当时江西省考古所的杨军就接到指令，着急忙慌地出发了。来到现场，杨军确定这是一个大型盗洞。 情况紧急，他当即决定深入盗洞。看得头都是晕的，我不敢下。我说你有一个办法，你赶紧把当地打井的师傅叫来。我说打井的师傅他有那个辘车，一根井绳，一只破筐，不仅承载着杨军的体重，也承载着他所有的焦虑和风险。事后想起来，当时没有任何防护设备，的确有些冒失。 但杨军没时间细想，他已经下去了，他正在下去。鼻而来，一阵。 非常浓厚的香味，非常又无法用语言来表达，所以我一下我说怎么这么香啊？所以我就
在下面就跟上面，就是说，我说这个木怎么这么香啊？你们闻到了吧？我说好香好香哎！我说这个，当时我脑海里面就在想，这么奇特的香味，这个木肯定不一般。这莫名的香味显然刺激了杨军的下丘脑，无论是凶是吉，他都要继续深入。当杨军几乎被黑暗覆盖，头上的井口变成小小的亮圈时，他靠手电的微光，隐约看到了什么。下去之后，就下面全是水，就看到被盗墓贼锯断的果木，当时看到了有5层，所以当时我就用我的相机，马上就拍下了当时被盗情况的第1张照片。杨军断定，这里必然是一座高等级古代墓葬，也就是那奇特香味的真正来源。此时的深度已经丘就是古墓的封土堆，也就是一座大坟包，像一个倒扣的梯形巨斗，所谓覆斗。覆斗形陵墓常见于秦汉，尤其是西汉皇家墓葬的标配，难怪它会成为盗墓者的目标。然而，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整个西汉，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。江西南昌地处长江以南，哪位显贵会生于斯，葬于此呢？考古人员在《汉书》中还真找到一位落户南昌的西汉列侯海昏侯。也许这座大墓就是某位海昏侯的墓葬。很快，国家文物局批准了对大墓进行抢救性发掘。3月份一发现，4月初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就来了，国家文物局考古处领导和专家组就开始就是现场的调研，并且带有很强的预见性，需要对墓园和周边的紫禁城这一片城址进行调查。2011年4月20日至30日，秦进行了古墓大范围的摸底勘探。1个月后，考古工作正式展开勘探发掘。那座发现盗洞的大墓被命名为1号墓。勘探队确认，以它为中心，分布着大小墓坑近10座，它们都符合汉代诸侯墓园的规制。2012年3月5日星期一，阴转雨，上午对陪葬坑 K1 进行了发掘，下午阴雨停工。
发掘工作首先从陪葬坑开始。一场大雨后，抽干积水，土层中露出一道金色，是一个鎏金车位。考古人员僵冷的手终于感受到一丝热度。紧随其后，一批车马具陆续出土，它们种类繁多，做工精美。这套当炉是马头配饰，用错金银工艺镶嵌出鱿鱼、月虎、腾龙、凤鸟以及日月形象。我们根据痕迹的个体大概的区分，它一部车大概是4匹马，也就是说，它这里面有5部车，至少是有20匹马。使用真车马陪葬坑的墓葬只有谁？只有诸侯王一级才能用。海昏侯是列侯，他怎么能有诸侯王的这种待遇呢？使用真车真马陪葬一般是皇帝或显赫王族的权利。这一次发现在中国长江以南地区尚属首次，但现在就把墓主人归为海昏侯还为时过早，毕竟主墓还没有开启。2013年11月16日晴，进行了主墓的清理。表层封土被清除后，1号墓终于露出真容。这是一座甲字形大墓，总面积约400平方米。和大墓同时显现的，还有那个令杨军提心吊胆的盗洞。人们吃惊地发现，盗洞的位置几乎分毫不差地落在主墓上方的正中央。盗墓者的专业程度，居然让见多识广的考古人员叹为观止。更可怕的是，盗墓者已经用电锯锯开了顶层的椁木。那1平方米的洞口，犹如一个无法抹平的伤疤，赫然刺痛着考古人员的心。1号墓或许已经被盗掘一空。不仅是现代盗墓贼盯上了它，实际上这样的墓场在古代的盗墓贼也盯上了它。在我们发掘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在封土刚刚揭掉封土的时候，在那个封土的那个夯层上面，我们就看到大大小小10几个不等的盗洞。所以当时的心情，整考古团队的心情也是一惊一乍的。在西北角的有一个盗洞打下去了，对这个墓葬进行了破坏。考古人员在盗洞中发现一具上千年前的灯盏，应该就是古代盗墓者的遗物。尽管它也成了文物，但谁知道盗贼们偷走了多少墓葬文物？意外的是，盗墓者的脚步在主墓外回廊存放衣物的地方停住了。翻腾一番后，居然没有继续盗掘就离开了。要知道，墓葬中已经腐烂的绫罗绸缎一文不值，盗墓者的目标是金银珠宝。难道真有类似鬼吹灯的规矩，让他们费了9牛2虎之力后，又功亏一篑？下面还可能有一层。考古人员深入主墓后发现，
墓中很多地方都已经倾斜坍塌。查阅史料，在1700年前的公元318年，南昌地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地震。据此推断，整个墓室很可能被震塌变形。再高超的盗墓者也方位难辨，寸步难行。不仅如此，那场地震100多年后，鄱阳湖在洪水中南倾倒灌，地下水位抬升，使墓穴变成一座地下蓄水池。要想潜入，谈何容易？里面坍塌了，又充满着水，根本无法进入这个墓葬，所以他只到了西北角的那个衣食库，就放弃了。但对今天的盗墓者来说呢，他们不仅有电锯，甚至可能有潜水设备，结果还不得而知。考古工作必须按部就班地展开，他们先要对主墓外回廊进行清理。2015年3月18日星期三小雨，清理了主墓 M1 北回廊，提取编钟像泥土，在北长葛乐器库出土了一套乐器。这些在淤泥中沉睡已久的编钟，有永钟10件，钮钟14件。但最令人兴奋的是一座铁制编磬，这在我国还是首次发现，文物价值极高，墓主人的身份非同小可。2015年3月22日星期日多云，继续进行昨天的工作面，清理主墓 M1 的铜钱。4天后，一个更大的发现在工地传开：钱，一座钱山。表面看上去，它们纵横交错，仔细探查，它整个都由铜钱堆砌而成。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锈蚀粘连在一起，重达10余吨，大约有200万枚5铢钱。其中还有距今最早的1000枚铜钱，穿为一贯的实物。按照当时的市价，这批5铢钱能买进800吨大米，2400吨小米，或者今天的50公斤黄金。它直接显示出墓主人的富有。那么，墓主人会是谁呢？经过仔细分类，考古人员发现，这批5铢钱都来自汉武帝至汉宣帝当政的西汉中期，这就为墓主人生活的年代提供了重要线索。但足以搬上顶钉的铁证仍未找到。转眼3年时间过去了，1号墓的主墓外回廊终于清理结束，出土文物上万件，礼器、兵器、漆器、钱币、粮食、酒器和大量生活器皿，
甚至还有几千枚竹简木牍。他们一次次刷新着人们对那个遥远年代的想象。然而，真正的重头戏才刚刚开始，存放主棺的竹椁室即将打开。但此时，那位于竹椁室顶部的盗洞，仍然令人忧心忡忡。勘探发现，紧邻1号墓的2号墓，就曾经因为封土高大而遭到疯狂盗掘。西汉墓葬的棺椁通常按方形层层布局，主棺位于墓葬中心。著名的长沙马王堆汉墓、北京大宝台汉墓都是如此。盗墓者也因此把盗洞定位在主墓的正上方。他会看到我们的一些研究成果的。棺材在中间，东南西北两边都是头箱、边箱。棺材在中间，所以盗墓贼把洞打在了中间。鲜为人知的是，在3年前，一组神秘的重量级人物就来到这里。1号墓的封土基本上清理完毕，这时候国家文物局领导亲自到了现场，认为这个墓基本保存完整，里边应该出非常重要的文物，将会在考古学上有重大突破，决定呢派出专家组，其中有考古专家3个人，文物保护专家3个人，体现了在文物发掘的同时，现场文物保护应该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。信立祥，国家博物馆原田野考古组组长，亲自参与多座战国秦汉墓葬的考古发掘。张仲立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原副院长，是秦陵、
西汉张安世家族墓考古发掘领队吴顺清，湖北荆州文保中心研究员，国内漆木器修复权威专家。王亚荣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，织绣修复领军人物。杜金鹏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，科技考古专家。焦南峰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，大遗址勘探专家。这是继长沙马王堆汉墓、广州南岳王墓之后，国家文物局第3次调集全国一流专家到一线指导发掘工作。2015年9月26日，星期六晴，1号墓竹果室正式开始发掘。竹果室上的盖板紧密排列，它们长达8米，每块重约2吨，只能靠轨道车分别运出。每掀开一块板，就似乎掀开一段尘封的记忆。2015年12月3日，星期四，晴。千里竹果室东南角，在长榻下的漆盒内发现玉印1枚。2周后，一枚小小的印章都足以在现场引起躁动。只剩下墓主人到底是哪一任海昏侯？10载，海昏侯共沿袭4代，他们在豫章郡生活的160多年，死后都可能埋葬于此。尽管专家一致倾向墓主人就是第1代海昏侯刘贺，但空口无凭，需要铁证。专家的推测不仅来自已经发现的超高规格陪葬器物，也因为4代海昏侯中只有刘贺身份特殊，其履历表跌宕起伏，
也不再恢复。然而，这位汉朝在位时间最短的汉废帝，并没有在山东昌邑寿终正寝，汉宣帝又把他封号到长江以南的豫章郡。2015年11月16日星期一，阴转小雨。下午提取竹果市西石的长榻，榻下露出装有马蹄金的木盒和金饼。这一天，在竹果市西侧一个角落里，考古人员发现3件漆盒，人们聚拢过来，目不转睛，啧啧称奇。原来，漆盒中排列有序、光彩夺目的物件是金器。其中一盒装满了马蹄金，中间呈对角摆放的是罕见的磷脂金。另外2盒是码放整齐的金饼，每盒都超过80枚。把这个先去皱，对了，先去皱后把这个起皮。先收手哈，烤住呢，烤住呢，来人，放地上。往那边，往上面，再过去一点，再过去一点。因为这是目前为止，在我们所发掘的所有一个呢，就是在这个西域这边，就是说发现了一个汗血马，称之为天马的东西。还有呢，就是获得了一个麟，古代传说的一种吉祥的动物，抓住过麟。第3件事呢，就是泰山出现了金子。这3件事情，汉武帝认为都是吉祥的祥瑞。他为了把这3件祥瑞结合起来，那么他就用把金子做成麟的角的形式，同时做成这个鸟的蹄子的形式，所以鸟蹄也就是马蹄。通俗地说，马蹄金、磷脂金就是汉武帝时代象征祥瑞的特制纪念币，常常用于赏赐亲信或功臣。刘贺虽然是武帝之孙，但爷孙之间应该从未谋面。这些皇家专属用金，又从何而来呢？陕西茂陵即汉武帝刘彻陵，在所有西汉帝陵中，它的体量最大，周边还有众多陪葬墓。人们只知卫青、霍去病陪葬茂陵，却很少知道最大一座陪葬墓是李夫人墓。李夫人生前并非皇后，却享有圣色皇后的待遇。实在，武帝曾经听到一首动人的歌谣：北方有佳人，绝世而独立。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宁不知京城与倾国，佳人难再得。
武帝好奇，寻来一见，果然是多才多艺的国色天香，于是把她发展成备受宠爱的李夫人。她也成就了流传甚广的2个成语：绝世佳人和倾国倾城。在这些很多个他曾经喜欢过的后宫的女性当中，无疑李夫人是他最喜爱的。这方面呢，可以从他生前的时候，汉武帝对他非常怜爱看出来，但更多的可以从李夫人去世之后，汉武帝对他态度上能看出来的。汉武帝在李夫人去世之后，就是把她按照相当于皇后的礼节安葬的。汉武帝这个墓坟丘和李夫人的坟丘2个呢，一个在东南，一个在西北。当时汉武帝呢，就等于是把皇后的位置给他，本来那是皇后的这个墓葬的位置，他把李夫人埋在那儿了，而皇后还活着。你说这当时卫子夫会怎么想？他自己太喜欢李夫人，破坏了规矩。李夫人给汉武帝生下一个儿子刘伯，正可谓前途无量，却无奈红颜薄命，香消玉殒。哀痛中的汉武帝情真意切地写了一篇《李夫人赋》：呜呼哀哉，响魂灵犀。这种对李夫人的思念，很可能让幼子刘伯得意。他除了获得一片富饶的封地和昌邑王封号外，大量的金银财宝是绝不会少的。若干年后，这一切都传给了他的儿子刘贺。刘贺当皇帝的时间虽然短暂，但太后却保留了他所有的财产，包括大量金玉财宝，直至带入坟墓。2015年12月20日星期二晴，准备开启主棺。一般来说，越接近墓主遗体的随葬品，越是他生前珍视的，也最有可能留下墓主人的直接信息。在清理了主棺周围的淤泥之后，专业人员进行数据扫描，保存主棺开启前的原始数据。这是开棺前最后的准备。考古人员先撬开一道小缝，把包裹好的木棍横插进盖板下方，然后进行整体保护性提取。主棺的棺板被16个绳结牢牢固定，随着起重设备慢慢上升。再叫一个上去，到时候这个雕上去以后，它那个方向让它有一致才行的，让它歪的斜的放到那儿不行。所有人都默默期待着。绑起来，绑底下那就吊起来，我就绑底下了。好，行，可以。主棺露出一道缝，人们伸长脖子望进去，里面模糊一片。像一个玉的什么东西，插里边这个插在棺板里边了。气化呀！要不那个张老师，咱先别动了，让这个先支撑起来。我给你再起一点，不要盖着。直到棺板完全打开，才发现这座主棺分内外2层，内外棺之间又有大量随葬品。一件圆形机盒，
里面一定存放着墓主人的真爱之物。一声惊叹，人们又看到漆盒中整齐码放的金器，又是一批马蹄金、磷脂金和金饼。接着还有金板，这可是中国汉墓考古中首次发现。由于关内遗存挤压严重，这枚马蹄金深深嵌到旁边的漆盒里，而这枚小马蹄金干脆挤进另一枚大马蹄金内。经过称重，证实大马蹄金重260克，小马蹄金重40克，磷脂金在70、80克之间。金饼标准统一，每枚重于250克，20块金板的重量都在1公斤左右。他们让1号墓出土的金器总量达到78公斤，超过全国汉墓所有已出土金器的总和。这难免令人遐想，刘贺曾经是怎样一位骄奢淫逸的诸侯王、皇帝和列侯。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，就是西汉昌邑国国都所在地。2000年前，这里物产丰富，交通发达，商业繁盛，还有发达的冶铁业。富甲一方的刘贺难免年少气盛，随心所欲。在考古现场，专家们期待的历史线索逐渐汇聚起来。他们发现一件铜鼎上刻有“昌邑吉田铜鼎，荣石斗，重系8斤第一”。昌邑不就是昌邑国吗？吉田是指每年开春，统治者以夏天亲耕的方式劝导农民辛勤劳作，以获丰收。几乎同时，在一些精美的漆器上，又出现了昌邑9年、昌邑11年字样。只可惜，所有昌邑字样后面都没有注明是哪一任昌邑王。好在昌邑王只传了2代，为父刘伯在位11年，为子刘贺也在位10多年。无论昌邑9年、昌邑11年是父子谁的年号，这些漆器都应该制造于昌邑，又被刘贺拖家带口、锅碗瓢盆带到南方。那么，海昏侯墓中的器物，会不会是通过馈赠、变卖、罚没，甚至缴获的方式辗转流传到江西？就像越王勾践剑跑到湖北江陵的楚国墓葬中一样呢？答案是否定的。首先，史书有刘贺在豫章郡生活4年的明确记载。其次，海昏侯墓规模、形制、器物等级和出土文字，都决定了没有第2人能够对号入座。至此，一切推理都已然成立，社会媒体也不再纠结于墓主人，而开始关注刘贺一生的青红皂白了。
但考古不能仅仅靠推理。其实，在1号墓已经出土的金饼和木牍文书上，考古人员已经发现了“海昏侯臣贺”的字样。但他们是否与墓主人有直接的关联，还难以证实。最板上钉钉的证据，就应该是墓主人的印章。现在只剩下内棺等待开启，专家组和考古队变得更加慎重。整个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到最重要也是最关键的阶段，墓主的棺柩的清理阶段。我们对棺内的遗物，抱有很大的期望。我们估计棺内会有大量的玉器，棺呢也会有豪华的装饰，里边最重要的除了金玉制品之外，恐怕呢就是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一些直接证据，比如说他的侯印，列侯的侯印，还有他的私印，大概在棺内都会被找到。这样的话，一直存在悬疑的，就是墓主人的身份问题，将会得到最后的直截了当的解答。经过反复论证，专家组最后决定将内棺整体打包，移至几百米外的实验室，再开棺清理。实验室条件自不必说，关键是移动过程。深埋地下2000多年，文物相当脆弱，还要经历打包、吊装、运输和安放，绝非易事。我们就改用了一种叫聚原子发泡材料，有一个液体组成，产生一种化学反应，它可以很快的时间呢就变成固体状，体积比较大，但重量很轻，它可以有效的把我们棺内的，就是我们包装体内的任何空间都可以充填的非常饱满。把这个棺盖扣合以后，不存在任何空间，就为了保证我们这个棺的遗存能够完完整整的进行起吊、运输，然后拿到室内进行下一步的实验室考古。2周后，打包工作终于完成。假如刘贺还静静地躺在内棺中，他的履历表上又将增加一次搬家的经历。至此，海昏侯墓的田野考古告一段落，最终确认海昏侯墓园以海昏侯墓和夫人墓为中心，有2座主墓、7座陪葬墓，以及圆墙、门阙、祠堂、厢房等建筑构成。这是中国迄今发现的面积最大、保存最好、内涵最丰富的汉代列侯墓葬。